我是韩国牙科医院的院长金英在。上次我做了一场关于中央药和接触的讲座，基于保持间上下牙齿的保持构成了最大咬合位置。我讨论了最大咬合位置如何进行下颌保持。如果下颌保持被破坏，会出现各种咬合功能紊乱的症状。如今，对于全身咬合有很多讨论。当全身咬合出现问题时，身体各处会疼痛，且会出现心理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病情因为致原因迅速恶化并持续恶化的患者，也有这样的情况。有患者，尤其是年轻的患者，突然出现身体疼痛，寻找原因，发现存在咬合问题，自然而然地对咬合产生兴趣，并寻求帮助。那么我将稍微谈谈这个。在这里，我是用了咬合调整这个助语，但更准确地说，影视为咬合紊乱。当向有全身型咬合紊乱的患者解释他们的状况呢，仅仅是由于咬合不良时，患者难以接受。您需要清楚地描述还这么合的具体状态及由此引发的情况。我相信通过提供这样详细的解释，让患者理解，他们会同意接受治疗。如果咬合不良，是否是错颌？在考虑患者是否由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感到疼痛时，拥有错颌并不自动导致全身型咬合紊乱。当然，错颌患者可能会发展为呼吸障碍和姿势问题，但错颌和病理性咬合紊乱是不同的事情。因为错颌本身呢，可以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咬合，因此矫正错颌并不意味着咬合不匹配并需要调整，而是因为咬合一部正确的方式或在不正确的条件下建立，我们打破这种咬合并创建一个新的咬合。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系统性咬合不正疾病，而在其他情况下却不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保持间相互牵锁，防止全正方的对齐，破皮下颌的固定，并使下颌的位置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导致颞下颌关节的不稳定性，导致患者吞咽困难并破坏整体平衡功能，如身体调节。因此，患者会意识到这些症状。如果这种焦虑持续存在，它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警告信号，包括失眠和激素变化。患者为这些问题而挣扎，在确定原因后，最终来到牙科诊所。在看牙医之前，患者通常会进行各种检查，他们接受 MRI、CT 扫描和精神治疗。即使经过多次测试仍无法确定原因，他们最终来到牙科诊所，通常已经接受了各种其他的检查。然后我检查口腔，以确认保持间牙是否正确啮合，以及重新概念是否未被破坏。例如，含有 Class 2错牙和畸形的患者，他们的颚骨不断被退后，导致下颌磨牙压迫 TMJ。这种情况也需要评估。当 All Square 受到干扰时，下颌位置发生变化，导致各种症状，例如前压道向增加。治疗方向是根据我对这些症状的解读来确定的。此外呢，它们通过杠杆作用被增强，例如持续的 I 类杠杆作用，或由于 EI 类杠杆作用导致下颌在咬合时被向后退。通过这些各种过程，患者可能会感觉到他们的颌骨平衡已经被打破，或者他们的最大咬合稳定性已经丧失，导致他们感到下颌保持中断。他们告诉我这些症状。然而，我既不是精神科医生，我既不是推拿师，也不是康复医学医生，我只是牙医，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提供牙科治疗。当我将其视为系统性咬合障碍时，我会寻找并治了这种状况的原因。我认为这就是诊断和分析。有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无解的是，当全身性的咬合症状出现时，我们常常认为患者寻求牙医是因为他们的咬合过高，因此我们最终选择采用复法进行咬合调整，并且使用复方法进行咬合调整意味着取出豺狼。将其描述为减法可能更为准确。有负面方法和正面方法。正面方法设计在咬合面或牙齿形状上添加某些东西进行治疗，通过以这种方式去除牙齿的形状。有关于咬合调整的内容，特别是磨合腱索，
大多数牙医选择这种方法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简单性。使用高速金刚砂钻头或低速模式研磨咬合面。如果您有一把刀，您自然会想要切；如果您我找一把锯，您自然会想要锯；如果您有一把锤子，您自然会想要撬。当您可用的手段有限时，您别无选择，只能尝试它们。因此，我经常看到试图仅通过咬合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情况，反而导致更大的问题。因此，我建议使用这种方法。这个想法是同时使用减法和加法方法，减少伤害共病，进行下药和修复是必要的。接下来，如果有后牙咬合过度，减少后牙咬合，尽可能消除过早接触。我认为设计一种平整咬合平面的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方法。然而，牙科学院只继续讨论咬合调整，在必须消除平衡型造界的前提下，将平衡型造界定义为负面，一出它们会破坏重新咬合，以那种方式处理会使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平衡型过早接触是否由于牙齿的位置和角度而产生，或者由于牙齿的方向或倾斜，或者它们只是过高。当然，如果修复提高度较高，则是当地减少其高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进行增肌治疗或保持现状有助于维持患者的捍卫。然而，平衡性早期接触在教学中始终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是由害元素，当然必须被移除。我们教授应将它们磨碎并消除。尽管该方法被过度强调，但在临床实践中又是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我认为应通过添加修复体来解决这种咬合调整。但是患者经常害怕这种治疗，需要进行治疗的2位牙医都感到担忧。患者往往也会犹豫，因为这经常需要进行牙齿预备和安装牙冠。有时候，由于设计的费用和普遍认为拔牙是不好的观点，很难说服患者。您不应试图强迫说服。如果患者不想拔牙，您也无能为力。如果您强行进行此类治疗，而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患者的信任将迅速下降。您不应自信地将治疗推向患者，认为它将完全成功。即使症状从大约100减少到50，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呢，50仍然存在。由于症状仍然存在，但牙齿已被拔除，患者可能会感到委屈，因为他们可能会判断治疗做得不正确，切勿强制治疗。当然，您应该在病历中保持详尽的治疗记录。然而，不要制造导致您最终因被强制治疗而与患者发生争执的情况。在推荐患者犹豫的治疗时，请您谨慎。我提到的病例是一般病例。当这样的患者来时，我有时会推荐正极治疗。对于咬合中间，还建议进行全口中间。这绝不应在未经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因为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治疗方法。如果患者不同意治疗，我建议首先使用咬合瓣治疗，看看症状是否改善。咬合夹瓣治疗包括 CR、CO 和 pivot 类型。如果仅改变垂直维度，患者的症状会先着改善。我诊断性的使用咬合点治疗，首先分析症状。这是一种旨在缓解症状的简单处方。如果咬合夹瓣治疗有效，然后进行全口修复或正极治疗。如果有颌部问题，必须进行正颌手术。最近，使用通过额外口外头毛施加力量以促进生长的正极技术的人认为呢，正颌受着并非必须，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有相当多的专业人士专注于正颌手术。当手术被呈现为必要时，就像是在给某人贴上批人标签。他们认为无需手术也能实现良好的治疗效果。虽然这样的论点呢，当然可以为患者创造积极的印象。如果患者不配合佩戴装置，最终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手术来解决。所以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是合理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声明，但当您考虑时，双方都是正确的。接下来，牙周治疗和修复治疗将从咬合中间的角度进行。我们已经广泛讨论了保持牙间的概念，接下来的考虑涉及重新概念、垂直维度和偏心概念。在首先检查咬合康复时，存在偏心概念，我们应该称之为全道还是群功能。关于平衡也有很多讨论，有许多牙医对偏心引导非常敏感。我相信偏心导向是一种选择。我认为重新概念作为主要因素，
体现在通过重新保持减压的相互牵和所实现的最大咬合，而偏心概念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选择。在考虑3类咬合时，牵导作用和覆盖咬合不会在前牙区形成，因此全齿引导无法实现。我相信双侧平衡咬合可能是含有3类咬合和前凸患者的咬合模式。在第2类的情况下，前牙引导占主导地位。此外，群功能和全齿引导的发生率大致相等，这可以被视为指导我治疗方向的地图。它是一个可以视为治疗坐标的图示。在进行治疗时，我以此作为参考，在心中设定方向，并找到路径。虽然我能力不强，但当病人来找我时，我至少理解这些概念，并提供我能够进行的治疗。我也有将患者转诊接受震撼手术的情况，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我们也推荐推拿疗法。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与其他专家合作解决患者的问题。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我认为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我们必须提供对患者有益的治疗，向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也对压抑有益。它增强了我们作为压抑的职业自豪感和自尊心，减轻患者的疼痛，也会带来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因此，我希望您能以风险精神对待您的患者。最终，有效的治疗患者是压抑最重要的方面。接下来，我们确定重新咬合位和最大咬合位，然后选择片心牙接触和引导。有些人可能对选择这个助语敏感，但是在考虑咬合果身和前凸时，选择这个词似乎更为合适。这是合乎逻辑和科学的。这是牙齿是否接触的概念。当将下颌从通行为移向片行为时，在自由下颌运动过程中，有上下牙齿接触的区域以及分齿的区域。然而，我们经常以2元的方式思考。当牙齿接触在片心运动期间发生时，有力的接触被视为导引，而那些不利的则被视为过早接触。然而，这2个对比的概念呢，都指的是在片心位置期间的牙齿接触。因此，指导接触和过早接触都被视为牙齿接触。问题在于这些接触是否按顺序发生，或者您是否突然只在一侧接触。在考虑这一点时，顺序接触被称为指导。然而，仅在该区域首先建立接触被认为为过早。此外，在此过程中，下颌运动的均匀性被打乱，这些因素会导致过度的咬合负荷，最终导致牙周组织的破坏。这些情况很常见，因为牙周组织破坏频繁发生，过早接触被认为是不利的。然而，均匀且有序的接触应视为指导。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对高度差异的概念，含有门牙、全齿引导、前弯牙和磨牙。您可以看到切牙和全齿相对较为太高，因此在牙齿没有磨损的情况下，全齿引导或切牙引导是合适的，因为它们相对较高。让我们来检查第1类正常咬合病例。有这样的病例，咬合平面已经倾斜，它要么向上倾斜，要么向下倾斜。当下颌向上移动时，上侧变弱，而下侧增强。当牙齿倒向右侧时，工作侧降低，削弱它。当向左移动时，左侧牙齿上升，强化倒向。因此，颌部的形状也发生变形。根据咬合的变形，我认为根据牙齿倾斜多或咬合平面的状态，会出现相对隆起的区域。这是最初的概念，将前蓝色视为前弯牙，并将红色表为磨牙。正如您所见，这已被整合成一幅图像。您可以观察到切牙相对太高，浅蓝色的前弯牙位于中间，红色的磨牙位于下方。这是保持键。此时，如果下颌向工作侧这样移动，前牙引导变得不可避免，这是自然的结果。如果这个角度大于平衡角，并且切牙引导起作用，下颌限制后缩，导致没有平衡的过早接触，因此没有平衡牙接触。然后，当加侧引导线由前弯牙减少时，接触的意识线。接下来，由于牙齿磨耗甚至发生在磨牙上，进一步降低了加侧导向，最终建立了平衡接触。事实上，双侧平衡要和本质上设计工作牙和平衡牙的同时接触，并依赖与双侧的牙间斜面。在这一点上，无法验证工作侧的牙间斜面是否相同。颌骨在工作侧产生 Bennett 力矩，
导致下颌骨移动。在平衡中，因为刻度向下脱位，这一侧的角度实际上更陡。因此，牙齿接触相关的问题与角度是否相同无关。无论如何，存在各种情况。如果发生平衡牙接触，而工作牙接触变低，该怎么办？由于平衡侧离接触，工作侧离接触变得干扰。平衡摇和接触导致工作侧产生干扰的情况也会发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会出现问题。咬合负荷称值数据增长，最终患者发生了创伤性咬合，促使他们寻求牙科护理。当然，如果牙槽结构健康，这可以承受它。然而，牙齿在承受期间可能会断裂，可能发生过度磨损或牙齿断裂。通过这种方式，所有情况相对地发挥作用。我认为治疗不应该以简单记住什么是好，什么是屁的方式进行，这种方法不好。由于病情完全取决于患者，因此必须采用适合每种情况的治疗方法。无论如何，我已经解释了这种相对层级的概念。如果没有症状，需要确定那种牙周支持更好。如果出现症状，还需要从牙周角度确定这是否是牙齿骨折的症状，或者是牙周组织破坏的症状。接下来，评估那一侧更有月并制定治疗计划是有利的。我相信圈道，因此所有患者都应该有圈道。没有圈齿引导的患者都是不良的，我不会治疗这样的患者。我无法理解像这样的思维，这没有意义。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就像宗教一样。而且还有这样的人，因为我相信干预正极，我必须向所有患者提供它。当前牙齿磨损导致群功能的情况时，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磨嵌万牙。如果磨牙接触，那么磨牙也会被磨损。如果平衡牙齿接触，平衡牙齿也要磨削。以这种方式治疗，最终破坏了骨位概念，导致问题。尽管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遭受了巨大痛苦，我们仍然相信那种方法。您无法在不学习咬合学的情况下进行牙科治疗，因为咬合是临床实践的基础。您在没有学习咬合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牙科治疗。我们不能抛弃它、忽视它，或者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已经完成正畸治疗的患者忽视了咬合，从而导致牙齿排列整齐但咬合不匹配。因此，患者可能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当患者开始抱怨颞下颌关节疼痛时，就成为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每位患者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患者牙齿的形状、位置和方向，以及颌骨的发展状态都存在差异。有一类和二类咬合不正的病例，因为即使是 I 类也可能存在不对称 （endocanal clustering）。我们必须对每种情况做出恰当的反应。前牙咬合中的交叉咬合会导致反向前倒，在犬齿高位的情况下，犬齿尖向前突出。在我看来，这些情况会导致群功能。在那之前，对于咬合正常的个体，由于犬齿尖锐，犬齿引导是一个主要因素，也有这样的病例，也存在群功能的失利。当考虑到切牙、嵌万牙和磨牙的高度相似时，最终会导致平衡的咬合，其中一侧完全接触。随着牙齿磨损的进展，平衡侧发展出引导功能，这种情况被称为双侧平衡咬合。实际上，这是应用于假牙的咬合。假牙咬合必须以这种方式设置，以防止假牙大化。对于全口义齿，双侧平衡咬合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患者的牙齿已经磨损了。有严重牙齿磨损的患者通常表现出群功能，而那些排列良好且牙齿磨损较小的人通常具有切牙引导。因此，这些病例常见于年轻个体，由于亚洲病较少，这对我们有利。然而，正如在群功能中所见，牙齿磨损已经进展的事实表明，患者的年龄稍大，大多数人年龄在40多岁。亚洲病在该年龄开始发生的原因是宿主因素的下降，与他们年轻时相比，身体的愈合能力下降。当群功能发生或上下牙齿距离较近时，是5倍更有效的聚焦效率提高。然而，聚焦负荷也增加，因此
实际上，牙周组织的愈合能力降低，咬合负荷增加，导致许多患者寻求治疗牙周疾病，所以群功能优势被认为是不利的。然而，在患有错颌的患者中，有许多具有群功能的年轻患者，这些患者具有群功能，但没有牙周疾病，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问题不在于群体功能，但是又要和负荷和患者的愈合能力。在错颌患者中，也有相当数量具有双侧平衡咬合，然而年轻人没有牙周病。群咬功能最终增加了牙齿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了牙周破废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人中。因此，尽管这种咬合被认为是不利的，但与双侧平衡咬合相比，牙齿接触减少了。因为它们接触更多，所以聚焦更好。因此，我鼓励您仔细考虑这些要点。当下颌后牙超过上颌后牙时，上下前弯牙的切间在边缘对边缘的咬合中接触。然后，当下颌完全向侧面外展超出前弯牙时，上颌和下颌的磨牙通常通过边缘对边缘的咬合提供垂直支撑。上牙和下牙不会在其侧面接触，而是接触其切牙缘，并以这种方式运动。因此，这非常重要。在进行前牙修复时，同样适用。这不仅挂用于重植体，也挂用于铁面。如今还有 Minish， 类似于美甲、玻加工氧化膏或陶瓷冰将其辐照在牙齿上的技术正在不断进步，但归根结底，正确匹配顺序知道非常重要。如果提供垂直支持的前弯牙以边缘对边缘的方式排列，而位于后弯牙以边缘对边缘的方式对齐，那么一切都会断裂或失败，这极其重要。对于重植体修复亦然，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便让患者感到舒适。如果这不对齐，患者不仅会感到不适，所以最好进一步研究这个。这将我们带回到 CR 和 CO， 即在开始时讨论的下颌中理关系。最终，下颌在空间中运动，下颚在空间中移动，并且在咬合研究中讨论下颌运动时，我们关注颞颌关节内下颌壳的运动。如您所见，前方有一个盘，后方有盘后组织。在盘的前面 ，Y 一极正在拉扯盘和壳状头，所以当下颌张开时呢，壳状突同时与盘一起向前拉动。盘的上方和下方都有含有化液的关节腔。当盘与壳突一起向前移动时，化液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这是颞骨的下颌窝，这里的颞下颌关节结构旨在保护下颌窝免受有害刺激。膝关节是相似的。如果这里的空间持续减少，盘可能会穿孔，圆盘变薄并持续受到压迫，导致患者感到疼痛。尤其是当壳突向后移动并压迫后方时，它会在这里对外耳道施加压力，那是外耳道，耳道开口。如果下颌壳突继续再次出施压，一些患者会来真抱怨耳痛，这是因为活动的下颌壳突影响了外耳道，就在这里的正上方是大脑。大脑区域缺乏感觉神经，所以这不会疼。壳突持续影响脑侧，因此各种症状似乎会出现。预防这些问题是控制下颌运动的颞下颌关节的职责。下颌移动从最大咬合位置开始，最大咬合位置是与保持压腱的弧索结构。我们将下颌移动并返回至最大咬合位置的过程称为下颌运动。当将其视为一个循环时，这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循环。下颌被悬挂在空中，下颌骨从颅骨悬挂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颞肌和咬肌，然后是以内肌，是下颌骨悬挂于颅骨上。这些被称为抗重力肌肉，它们将下颌保持在与重力方向相反的位置。在提到聚焦肌时，我们通常会提到颞肌、咬肌以及内一肌和外一肌，但实际上并不限于这些。下颌和颈部周围的所有肌肉，以及附着于头部的肌肉，都参与了聚焦过程。特别是颈部和锁骨、肌腱带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附着在肩部的肌肉协调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肌群视为聚焦肌。颈部中所有与头部相连的肌肉都是聚焦肌。肩胛带、下颌以及所有连接下颌和头部的肌肉协同工作，来促进下颌运动。因此，患者由于下颌位置不稳定而出现全身形摇和疾病症状，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当下颌位置发生变化时，
会出现各种问题，包括颈部和脐道的问题，以及颅骨阻塞。因此，我相信理解这一点能够让您体会到牙科治疗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是一幅描绘下颌运动如何发生的插图，这常常在 Purcell 的图标中展示，也在颌学中讨论。CR 位于这里，图示描绘了向左和向右的最大侧向移动。它还说明了前身运动的极限。它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棒球场，这个区域类似不受区，这看起来像内野，这部分则像外野，两侧都有侧边空间。下颌运动以这种方式发生，并且桃色区域表明偏心药和期间的牙齿接触面。顶端侧是初级顶端融合部位形成的地方。然而，是否将此位置视为一个点，还是一个区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是习惯性的重心药核，它是重心药核。随后 CR 是一个点。从颌学的角度看， HCO 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 CO 的位置可以不断变化。如果在正畸治疗过程中牙齿丢失或移动，中央药核的位置可能会改变。您不能在不稳定的位置建立参考。在构建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首先消除不稳定性，并确保确定性。在所有的事情中，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标准。因此，这些个体已经否定了 CO， 然后通过使用 CR 作为标准，他们进行刻图变成并制作修复题。由于大多数使用下颌边界运动来测量下颌臼齿，天然牙齿是钝的，但是用药和加制造的修复体最终呈尖锐形状。这是因为药和起伏治疗偏心下颌运动来塑造牙齿，即使牙齿形状尖锐，聚焦区域有限，导致修复体过度接触。所以当置入患者的口腔中时，患者抱怨凸起部位不挂，这是切牙间切缘的接触。如果下颌运动超过这里，就无法聚焦。然而，如果您这样伸出下巴，通常只会延伸到这里。这是颌运动，牙齿接触的区域最终是这个内侧部分。如果治疗方案基于下颌运动，假体的形状由下颌边界运动决定，因此各种问题出现了。患者继续到方牙科诊所，抱怨经使用调节器制作的义齿感到不刮，牙医不得不断更换义齿。当此类情况反复发生时，药核期会被完全废弃。他们开始完全犹豫是否使用它，因为不舒服，他们无法继续使用冲脂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是一个有点困难的主题。这被称为 Purcell's Diagram， 它也被称为 The Swedish Banana。来自瑞典的 Purcell T 教授以及他的学生们在下颌骨旁边安装正合板，以应摄下颌运动。这样做后，他们发现 CO 位于这里， CR 位于后方和下方。当下颌被推前，直到切牙边缘接触被超过时，向前运动发生，并实现最大张口。他们发现，当口腔向后张开时，它移动到 CR， 然后下颌刻图进行旋转。当移位发生时，它移动到E点。他们理解了这个现象。从三维角度观察时，可以识别下颌运动的空间轨迹，并以香蕉的形状可视化。虽然在我眼中它看起来不像一根香蕉，它呈橡胶形，被称为 Swedish Banana。 为强调其基于瑞典研究人员的发现，使用了 Swedish Banana 这个助语。在这里，我们有习惯性的张口和闭口。在休息状态下，通常认为下颌保持在此位置。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 CO 可以通过改变其位置来对应，即使颌位置发生变化。如果这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并且重新关系由 CR 确定，颌位向后退，结果不理想。此外呢，下颚从 CO 到 CR 的运动通常被称为后退倒向，无论是通过咬合还是将下颌拉齐。吞咽脱也是一样的。在最大粘合微咬合后吞咽唾液时，后索引导其作用，导致唾液被吞咽。像这样，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 CO 持续变化。CO 是由上下牙齿咬合形成的位置， CR 是捏下颌关节的位置。颌学强调颌部运动，这导致了基于下颌中心位置的 CR 的选择。然而，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它不自然。Gnatology 也认可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所做的是将 CR 和 CO 的对齐成为这样有机咬合。它在物理上感觉像是有人共感于心形成的。当时人类基础似乎充满了自豪感，所以自然状态的恶化是不好的。
这意味着自然并不好，一切都在改变，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由于端位关系是下颌运动的中心位置，而且更重要，他们错误地认为应该相应的进行调整，因此冲质体不合适。下颌的腰颌中心位置持续向前和向上移动，来来回回，导致一种连他们都觉得无法忍受的状态。在这里，它前后移动了1亿毫米，试得无法确定。最终，他们创造了 CP 的概念，腰颌中心位置的概念。最终，下颌中心位置回到了 CO 位置。然而，出于自尊，他们没有称其为 CO， 但相反的将其称为 CP。即使现在呢，如果您查看符合汉学标准的修复学和注语，可能会表达为 centric position。我不知道它最近怎么变化了。我记得在我学习时，它被称为 CP。因为这些重要的概念不断变化，有许多方面难以理解。由于期刊和大学教材重要和中心位置的概念不断变化，理解起来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教授与现实不同的概念。我们需要快速纠正这一点，以减少学习中的不必要步骤。无意义的重复将被减少。所以，如果您仔细思考瑞典橡胶，各种概念就会浮现出来。执行哥特贡献追踪的原因之一是，从上表面观察时就会出现这种形状，这是个特供性，有左前后，换句话说，后手引导，这允许下颌向各个方向移动。在实践中，在重心关系 C2 下，牙齿接触被叠加，这代表牙齿的形态，这是牙间的形态。通过将其视为牙齿形状，并在无牙齿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哥特弓形追踪 ，CR 以及侧向和前向的边界运动被记录，因此边界已被定义。然后我在某一位置取 CO， 以建立最大腰颌位置。在确定下颌骨的中心位置时，牙齿的形态必须可见。我正在讨论 CR 和 CO 之间的差异。牙齿排列不齐带有负面含义。随着距离概念的引入，对于牙齿形态的知觉，这是因为在从 CO 到 CR 的过渡过程中发生了后锁引导。设计上颌保持尖牙的金种面和下颌保持尖牙的圆种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我们在进行哥特弓形追踪时应该研究和预测牙齿形态学概念。在自然状态下 ，CR 和 CO 是分齿的，似乎直到1980年代，人们努力使它们对齐。据我记得，然后关联消失。汉学崩溃。随后，随着处理颞颌关节的牙科专科的出现，以及与颞颌功能障碍相关的期刊的出现，例如 Craniomandibular Journal 与 CRO 的协调最终被认为是伪科学。很遗憾，许多人仍然努力通过寻找 CR 来治疗。基于确定性原则进行治疗是令人遗憾的。或许您在基于不确定性原则的治疗中缺乏信心。换句话说呢，您打算在进行治疗之前运用确定性原则来确定下颌骨的精确位置。此外呢，您学习的越多 ，CR 中的确定性原则可能变得越有吸引力，因为它与提供精确治疗相一致。因此，您可能更倾向于该治疗原则。然而，不可否认，KO是自然的位置。在测量患者的下颌运动时，这确实是正确的。因此，我希望这个概念能更引起您的共鸣。我希望它能深入您的内心，而不仅仅是您的思想。让一切尽可能自然是正确的。科学、艺术，一切都基于自然，而非人类的思想。科学是对自然事物的研究，包括宇宙和自然的法则，而艺术是自然中存在的美的表达。然而，奇怪的是，牙科涉及太多机械方面，我们应该遵循自然。因此，我认为进一步考虑这个对您会是有益的。这里您可以看到下颌运动的哥特弧形追踪。然而，每个保持间和颞下颌关节都有一个哥特弓形。哥特是攻击六下颌运动，下颌运动指的是下牙齿的运动。接下来，颞颌关节运动。最终，下颌运动意味着连接到下颌骨的下牙正在移动，而构成下颌的两个下颌刻图也在运动。这些运动有个特供表示，从3维角度观察，哥特式弓门相当令人印象深刻。
您需要掌握这些下颌保持减压在运动中的空间动态。下颌压腱的运动类似，然而上颌支撑腱本身不会移动，相反，下颌的腰颌面在移动。因此，您需要考虑上颌保持肩在下颌腰颌平面上的相对运动。当哥特宫形线追踪的概念与下颌运动相结合时，许多方面，包括牙齿形态变得可见。因此，当这种魅力的三维哥特式弓形状与牙形态和颞下颌关节的结构整合时，许多事情变得明显起来。能够辨别看不见的是一种卓越的能力。从事商业或艺术的人也处理看不见的事物。颞下颌关节的表夹一和功能一群有个特工表示，当上颌牙间移动的三维空间变得可见时，您将获得两人的能力。请让病人腰颌并磨牙。当您观察患者进行腰颌接触或下颌运动时，哥特弓线应该可见。一旦无形的事物开始变得可见，卓越的能力就会显现。在腰颌空间中，圆圈表示中心位置，而箭头代表前途、侧相片移和后缩。当您能够观察到所有这些时，一个新的视角将会出现。识别这些现象的过程并不容易，导致意识的过程是困难的。然而，随着持续的观察和努力，这些将变得明显。不仅尺成腱移动，而且非尺成腱也移动。腰颌上颌齿托腱也相对移动，这构成了腰颌平面。如果您了解下颌运动形成的空间形式，您可以立即确定需要减少的地方、存在不足的地方，以及需要创造更多形态的地方。患者的不刷、必要的治疗、分析、诊断以及治疗计划均基于此。事实上，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看起来一定有点奇怪，但我想出了以下含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在数学中，有注入 singularity 和 ideal 这样的助语，它们起源于 Euler 的符号。还有自然常数 E。尽管数学家 Euler 在许多课题上进行了研究，他探讨的一个领域设计通过数学手段来判断形状是否相同或不同。所以呢，我借用了那个领域的一个助语，我理解那个领域为拓扑学。我们认为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是不同的，但在拓扑学中，它们被视为相同的。如果您保持像披荆鸳鸯，它呈圆形，但您可以拉伸它来支撑三角形、正方形和各种其他形状。然后从拓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形状是相同的。我们考虑它是同伦还是同调，同时也是用欧拉特征这一处语。数学可能很复杂，所以我就不深入讨论了。对于感兴趣的您，请进一步探索。所以总结一下，这些牙齿的形状都不同。随着我们向前移动，三角形的角度增加，向后移动时角度减少。如果向一侧倾斜，则倾斜侧的角度增大，而对侧的角度减小。同样适用。当涉及到颞下颌关节时，哥特弓被转化为颞下颌关节的形状。然而，根据位置的不同，哥特弓及下颌运动的运动模式会有所不同。然而，类似于拓扑学的概念，我认为符合下颌运动的牙齿形状是正常的，其他的则是不正常的。我视它们为相同的形状。有些人会问那是否有道理？确实如此，因为在摊一下颌运动的不同位置进行了测量，它是从多个角度记录的。只有一种下颌运动，只是形状会根据位置而变化。从内容来看，这是下颌运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它被人定为相同的形状。我就是这样确定它的。我认为它们在拓扑上具有相同的形状。将它们视为相同形状，简化了许多事情。由于腰颌磨好，即由于牙齿磨损，牙齿形态发生畸变。如果我在这上面安装一个牙冠，我必须定义修复体的形式。此外，您应该与您的牙科技师咨询，并对此做出决定。我们应该为修复型修复设定多大的尖角？我们是否应该根据颞颌关节的角度，将尖峰角确定为23度、25度等等？那没有意义。
相邻的牙齿和这颗牙齿应具有相同的形态。此外呢，前牙以及其前方的牙齿，包括前牙和末牙，也应具有相同的形态。这是因为前牙要磨损程度相似，要保持整体形状一致。在理解这一点之前，我犯了许多不合理的错误。如果您想要良好的进行修复治疗，并是用咬合器制作义齿，临近牙齿、后牙、对侧，总体而言，所有牙齿都磨损切线的暗单，只有我制作的义齿是锋利的。我认为我做出了如此不合理的判断，想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使假体的形状平坦。当我研究咬合时，我开始认为捏下颌关节的角度很重要，因此我开始优先考虑捏颌关节，因为所有的咬合教科书都这么说，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最后，我认为我因此犯了许多错误，也有这样的病例。那是我在下颌牙齿上为修复体进行牙齿准备的情况，在进行全口修复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如果您保留前牙，并在后部无牙去安装部分义齿，最终会制作有迎合路径的牙冠。在制作可摘义理时，您必须重新制作一侧梁的牙冠。天然牙齿全部磨损了。接下来，义齿的形态与天然牙齿不同，因此口腔中存在3种不同的形式，因此患者最终无法适应。在那时我无法理解，重新概念很重要，然后是偏心，不断被误导，以那种方式教学，并以那种方式学习。我只是在想那些事情。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口腔内正在形成一种异常的形态，而不是标准的解剖形状。当然，它挂印的不好。从那时起，我已经意识到了很多关于捏下颌关节的讨论看起来非常复杂。他们讨论学术方面，并声称这具有科学性，但最终出现了统一的标准。这意味着异常的形态无法在口腔内共存。为了进行移植修复，必须创建一个标准表格。当我们向我们的牙科技师提供咬合器，他们像在扎模中使用锥形技术来创建边缘极精确的牙齿形状以及美观的义齿修复体。然而，咬合面的形态通常较为平坦，相邻牙齿的形状也很简单。所以，当我进行时，我告诉他们不要费力，只需防止扎，然后将其推出来。然后在使其与邻近牙齿相似后，我知道它们正确地形成我骨颌构造。接下来，我知道它们准确地复制形状，重点关注牙间。当我这样解释时，牙科技师们并不完全相信。我渴望成为一名熟练的技术员，勤奋学习以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修复体。但是这么说，他们一定觉得我在暗示他们做事马虎。然而，以那种方式制作它并不是马虎行事，而是正确的操作。与此同时，您已经学习了咬合器、捏颌关节、TMJ、下颌运动、犬齿引导、锥形技术等内容。在口腔内，理想形态在数学上或科学上无法共存，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静态形态，那就是数学证明。这样表达可能不会被理解，因此有些人会困惑地歪着头，即使现在您可能也不相信。然而，既然它是正确的，就不能否认。如果这些事情得到充分沟通并被理解，我们所说的未实现的愿望，它可能感觉像从一个徒劳的梦中醒来。我大约追随那个徒劳的梦想20年，在某一时刻，我完全理解了这个概念，而错误的想法被打破了，引起自我贬低的情绪。我简直不敢相信，所有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也曾这样想过。在接受了静态形态和理想形态的概念后，我现在感到轻松多了。我们的牙科诊所也配备有一个重力关系关节器。我们还购买了一台描图仪。我采用了各种方法，但在某个时候，我决定放弃它们。看起来，我已经在更数学和科学的方向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因此 ，One Mandibular Concept 对我非常有益。有一个德国设计团体叫做 Bauhaus， 这是他们的口号。它传达了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我之前提到的呢 ，One Mandibular Concept 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我们必须基于下颌运动的功能来设计牙齿的形状，我们不能随意创造其形式。
包浩斯设计集团经常做的是功能性的设计椅子和桌子等物品的形式，这是关于设计的。他们经常是用人体工程学这个助语，这些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因此功能形态的概念更容易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仔细考虑偏心与中心药和形式，您可以逻辑性的评估牙齿形态，并在继续讨论偏心药和时，我们无法避免谈论胜负和前途。相对较高的偏心药和接触导致相对较低的接触脱齿。那些到目前为止仅仅依赖拳道的人将无法理解这一概念。在我看来，偏心药和接触和全齿引导仅仅是相对高度的差异。这很简单，就是相对较高的牙齿使得相对较低的牙齿起到导向作用。但是用角度来解释使其变得复杂，而且看起来您已经研究了颞颌关节的影响。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我认为并相信这是正确的。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这样也不正确。我的意思是，就齿较大且齿较小。然而，如果您将它们分成齿间，最终整个牙列的关封取决于上颌和下颌牙齿中齿咬土的互锁。我们将垂直重叠称为垂直咬合，我们称之为水平间隙咬合。咬合过渡和牙齿前凸同时存在。磨牙有3或2个固定间。随后有2个非固定间，所以牙齿的形状较大，但咬合覆盖较小。磨牙的形状有监管分割，切牙的形状则被确定为一个整体，这使得咬合覆盖相对于磨牙来说较大。然而，切牙经历快速的轴向倾斜，而且就此具有平缓的咬合坡度。切牙的水平咬合减少，且向磨牙方向的水平咬合相应增加。此外，前牙的咬合过程增加，随着向后牙移动而减少，因此前牙的前凸程度较小，而后牙的前凸程度较大。副咬合则相反。牙齿严重的咬合过深是导致较小牙齿重叠的主要因素。接下来，牙齿上的小度前凸是导致较大度前凸牙齿重叠的次要因素。这2个因素相结合，使得由于下颌运动，倾斜较大的区域相对较早接触。角度陡峭的牙齿与下牙齿接触较晚，导致偏心间凸接触，引起横向位移。这种情况是按顺序发生的，因此被称为按顺序引导。我认为那些牙齿接触并导致相对横向位移的问题与咬合过深和牙齿前凸有关。一旦这个概念确立，知道偏心切牙接触就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选择。接下来能够理解为什么偏心间点接触在患者之间有所不同。当然，那是正确的。通过这个过程，我已经接受了偏心的多样性。从我的观点来看，因此，即使在我自己的患者中，包括那些具有乳牙弓的患者，我也会遇到各种情况。在乳牙弓中，要和通常设计单侧或双侧平衡接触，这是因为切牙较小，并且它们之间有间隙。前牙的副咬合量极小。当然，乳牙弓中存在2类病例，也有3类病例，并存在各种咬合形式。但是在正颌整合 Angles Classification Class ID 的情况下，磨牙的双侧平衡咬合通常发生，因为切牙的咬合覆盖通常较小。当恒牙排列整齐时，切牙引导显著。在混合牙期，扁平的乳牙与尖锐的恒牙共存，这可以认为是不良咬合。在恒牙列完成后，如果牙齿磨损，咬合会进占位群功能。后续的牙齿磨损导致咬合关系的变化，逐渐发展为单侧平衡、双侧平衡和全平衡咬合。如果在此期间牙齿丢失，会导致错咬合和并立咬合。在牙科实践中，有些日子所有这些过程都在同一天完成。从老年患者到儿童，我们在同一天见证了咬合的多样性。然而，如果坚持只有切牙引导是正确的，仅仅信任切牙引导，治疗无法进行，这变得无意义。因此，我认为断言只有切牙引导是正确的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我认为齿形咬合不能仅通过咬合深度和牙齿前凸来解决。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要合平面更为重要。要合平面有倾斜、去路和方向。您之前在那张图片中看到要合平面倾斜。接下来，什么合平面的方向？因为要合平面的前不可以向下倾斜，而后不可以向上倾斜。
从正面观察咬合平面的倾斜度，可以认为什么和平面的坡度，单从肢体的方向也需要考虑。咬合平面的倾角设计位于上颌和下颌之间的咬合平面的斜率，因此您需要准确判断这是否是合平面的位置、坡度或取路问题，并迅速评估咬合平面对偏心咬和牙齿接触和交叉啮合的影响。当然，您还必须能够进行分析。最大咬合围的形成不受咬合面斜度、去路或方向的影响。然而，接触和犬齿引导的行为方式并不相同。在下颌运动期间，当上下颌咬合面之间发生牙齿接触，它们受到咬合面坡度、去路和方向的影响。对此有各种讨论，但只有几个基本原则。首先，通常会考虑对称性问题。对称性是主要因素，并且有前后平衡的概念。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表现出双侧对称，没有不对称的生物。有些人可能会说，比如蝶鱼和大比目鱼是不对称的，那是一个与生存相关的例外。它们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它们已经进化以挂应它们的环境，因此那些情况应被视为例外。大多数动物从根本上是对称的，它们的胃部提供了平衡，因此有前部和后部，颞下颌关节也维持平衡。当下颌因下颌运动而移动时，后方的颞下颌关节提供了平衡。您可以那样理解它：前牙有咬合，后牙有平衡咬合。接下来有垂直比例。当我们观察人时，我们会注意到身体比例，例如把头高、就头高等等，以那种方式区分它们是设计的原则。牙和平面可以照向上颌方向向下或向上倾斜。在向上倾斜的情况下，3类更为常见，而在向下倾斜时，2类更为普遍。然而，这因人而异，无法精确定义。只有根据个人进行分析、评估和诊断，才能提供适当的治疗。在这张照片中，有关于深腹咬合和前凸咬合的讨论。当您向前牙移动时，咬合覆盖度增加；当您向后牙移动时，副咬成比例的和相对的减少。咬合前凸向前方减少，向后方增加，相对的和按比例的。这是内容的摘要。在没有牙齿磨损的情况下，犬齿引导是主要因素和主要咬合。这是一种主导咬合，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线性条件。随着牙齿磨损的发生，它发展为群体功能和平衡咬合。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了斯佩氏曲线，这是一条反向 SP 曲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下颌运动，它在前方和后方接触更多，当牙齿移动时，中间接触较少。这是病理性的。然后我尝试平坦化斯佩曲线，中间会有更多接触，对吗？我将斯佩曲线恢复到正常，然后对其进行了显著的加强。有相当多的患者有这样的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前牙要合过深陷着增加，牙齿接触发生在多个区域，包括群功能。这些倒转的斯佩曲线在不同患者中有所变化。尤其在 SP 曲线的情况下，一些患者在前部和后部有独立的 SP 曲线，集中在前弯牙周围。有些患者的前 SP 曲线增加，另一些患者的后 SP 曲线增加。有各种模式，这涉及到改变倾角，它可以增加或减少，但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当咬合面后部降低时，后牙接触变得更强，而当前部降低时，前牙接触变得更强。最近我遇到了一种叫做 RAMPA 的正极技术，这是一种由日本牙医米塔尼亚苏西开发的技术。他已经实施了这种方法，而且它也被研发应用于罕正棘手症。在进行热敷 I 接骨者一前移或后退上颌时，结果会有所不同，取决于是将后部还是前部的上颌向下移动，且手术的稳定性有显著差异。看起来它是用一种称为 RAMPA 的装置来提升后部或前部上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中间了咬合，这是正骨治疗、正颌治疗，并涉及生长和发育的问题。这是确定上颌骨生长与发展的方向的问题。因此，即使建立了中央咬合平面，片心牙接触也会发生变化。咬合问题更加复杂，我们无法预测咬合中间将如何发生。虽然改革体的颞下颌关节角度如此，但从咬合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切牙引导相对于咬合面来解释。
当前压抑这种方式下降，后压上升，克状引导减少，且压引导增加，切压继续接触。在 Angle 的二类中，如果下颌弓向前移动，假设下颌跟随并形成新的咬合，咬合曲线的前部下降将会有些不利。相反的，我相信提升上颚前部并降低上颚后部将会有利，这是因为更多的上颌切压可见，然后下颌骨向前移动而不向后缩，我认为这将是有益的。在 Class 3的情况下，切压较小，与 Class 2相反。此外，上颌骨的生长和发育较不发达，我认为通过将上颌或上颌牙弓向前突出，提升咬合平面的后部，并降低前部将会是有利的。我已经考虑到那个点。我认为从咬合的角度也应该考虑正颌外科手术和 Rampa 技术。接下来 SPI 曲线也很重要。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协调一致，功能性咬合就无法形成。骨性正畸和正颌手术本身呢，就是治疗的过程或技术。无论进行何种治疗，实现咬合稳定对于良好的治疗结果是必要的。我希望您能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使用模板疗法治疗呢颞颌关节紊乱症的牙医认为，咬合平面呢通过第二颈椎齿状突的重新。他们还认为，这3个圆的交叉设计所形成的几何结构，创造出波罗蜜奥环，维持了头部的平衡。其中一个圆的位置靠近额肩部，我不知道这个另一个圆的重新的解剖标志。有时会将其与路的联系在一起讨论。有3个圆，它们被称为 Borromean Rings。我们有时候会使用这种几何结构来解释。我对它了解不详细。治疗可能设计移除或添加上颌，但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常用于下颌。在骨性正畸学中得出的结论是，海贝的治疗效果有限。与下颌骨相比，上颌骨是一种较软的骨，因为模型骨生长的原因，它在压力下陷着移动，因此制定了这些治疗方法。由于刻图在下颌骨中进行软骨性的骨生长，因此似乎无法通过力量来控制。因此，过去曾尝试使用下颌背等方法抑制下颌生长，但已被放弃。当抑制下颌生长效果不佳时，治疗方向转向促进上颌生长。因此，最终一些人选择 Rampa， 这也是正确的方法。目前，旨在抑制骨生长的矫正技术似乎尚未被尝试。我们治疗过度生长的颌骨已经得出结论，目前没有方法可以减少颌骨过度生长。当下颌骨过度生长时，我认为将上颌骨向前移动以匹配这种过度生长的治疗方案是不适当的。我认为进行正颌手术是正确的方法。看起来上颌过度生长并不常见。膜质骨生长是在分散由咬合里产生的应力或咬合复合的过程中自然有道的。软骨性骨生长似乎是一种内在的生长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激素的影响。假如生长激素继续从脑垂体分泌，正如在肢端肥大症患者中所见，即使在生长结束后，生长激素仍持续释放。生长激素是原因，这导致额头和下颌增大。这被称为中段对称，甚至手指也会陷着变大，手指也会增厚，似乎在每个手指关节处发生了软骨性骨生长。软骨性骨生长受到激素的显著影响，而模型骨生长则可以用机械理论来解释。模型骨生长受到复合或应力的影响，生长方向和发育两被确定。因此，那些进行 Rampa 或骨性正畸治疗的人还必须选择治疗方向。如果下颌持续生长，就无法将上颌与增大的下颌对齐。因此，我相信正颌手术也可以是一种好的方法。有相当多的人放弃从事正畸矫形，因为他们此时无法解决不一致的问题。看起来许多人因为在实用性和可获取性方面的高度复杂性而失败了。下一个原因是，如果下颌生长继续，用 Rampa 无法解决，所以我认为呢，许多人在那里也感到失望。然而，仍然有牙医认为可以使用下巴背进行治疗，并一直使用至今。也有一些人已经检测至了效果达30年。之前我讨论了模型骨生长。我认为，由于生长激素的影响，软骨性骨增长的增加并不是 Rampa 的挂应症，因此更为谨慎和科学的方法是必要的。这是一位全口义齿患者的照片。我尽可能地将方向设置在上颌和下颌之间的重心，然后
我调整了药和面的倾斜角，结果它精确地装配成这样。我可能是有意会治疗这个示意图，但它已成为我一个重要的要点。为了确定我是否提供了正确和科学的治疗，我进行了这项研究。从正面看，药和平面呢也有显著的影响，它大大影响片心接触和全齿引导。您可以通过在药和平面上排列负荷和前图来观察这一点。较大的药颌过深，导致较小的一侧托齿药颌；相对较高的一侧托齿药颌与相对较低的一侧。从前面观察药颌曲线时，它是威尔逊曲线。Wilson's curve 会影响片心压接触和全齿导向。如果药颌曲路存在倾斜，这是斜度的问题。药颌平面可以向上或向下倾斜着向上含。为了控制这一点，像 Rampa 这样的治疗方法很重要。Rampa 治疗的原理是对牙齿施加牵引力，以拉动上颚，对吗？有一个固定装置将上颌牙齿固定在上颌药颌平面上，通过它可以施加扭矩、倾斜，甚至向前牵引。我没有使用过 Rampa， 因此我不熟悉其侧向应用。用 Rampa 治疗的概念包括改变这个药颌平面的坡度，因为药颌对 Rampa 和整肌矫形学有显著影响。当为牙齿排列扩展上颌弓和下颌弓或进行拔牙时，威尔逊曲线不断变化，然后工作键和平衡键的指导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理解这如何影响系统，并从咬合的角度完成正畸技术。牙医仍然缺乏对咬合面的理解。在进行正畸学和修复学等各种牙科治疗时，如果对咬合概念有充分的理解，整体咬合的治疗结果通常取决于咬合平面的确立方式，不能仅通过牙齿接触来表达，因为颌部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偏移，平衡已经被打乱，导致某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可用的治疗方法。如果在治疗过程和结果中不考虑咬合平面，就无法解释。即使进行正畸扩展，扩展上颌会增加 Wilson's curve， 扩展下颌会导致反向威尔逊曲线，不是这样吗？然而，只有扩张的概念，因此有一种称为 RPE 的扩张方法。进行快速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增加上颌 Wilson 曲线，下颌骨倾向于塌陷，导致 Wilson 曲线线的加深，这可能提示挂档的咬合。然而，弓宽度的差异阻碍了正确咬合的实现，因此也需要下颌扩展。扩展下颌到至下牙弓的 Wilson 曲线反转，并加深上颌的 Wilson 曲线，最终导致牙齿错位。此外，上下牙弓宽度和咬合面上也出现了差异。那么，这该如何解决？在扩展上颌弓和牙弓之后，必须添加注入管理复发或是加正极力量以调整咬合等过程，以完成正畸治疗。当威尔逊曲线以这种方式增加时，平衡力变得更强。如果发生逆 Wilson 曲线，工作力会增强。此外，增加前牙的倾斜都会导致下颌持续向后回缩，有可能下颌骨需要向后或向前重新定位。因此，如果不调整 Wilson 曲线，就不可能实现新的咬合。因为威尔逊曲线的量表是为一个圆，它通常是用一个4英寸的球形模型在 Grabella 中表达。是否对成由围绕两个刻图绘制并重叠是形成的双鱼形进行的几何分析决定。两个半径相同的圆相互交叉所形成的几何形状称为 vesica pieces。它们稍微修改它，并这样绘制，许多事情可以理解。因此，这种分析和诊断是必要的。然而，大多数诊断是基于数值的，他们只看是多少毫米或是什么倾斜角。一些临床医生通过比例绘图进行诊断。一个例子是 Sassoni cephalometric analysis。我认为 Sassoni 分析更可靠，其他所有内容都仅基于数值。他们设定了一个正常的数值范围，并在超出该范围时将其定义为不正确。每个人的头骨形状和牙颌不同，因此设定一个标准范围并不适当。那无法用拿来解释受基因种族差异而变化的咬合信息，并创建大数据更为重要。目前，正畸基于高加索标准设定正常值范围，导致东亚人群中拔牙病例数量较多，尤其在黑人中，双颌前凸比东亚人更为普遍。如果进行正畸治疗，这涉及到100 patch 的拔牙。因此，
制定正极标准而不考虑种族差异是荒谬的。这些错误正在导致各种问题。推技术已经在国内采用，但是似乎类似的错误在那里重复发生。因为我对推技术不太熟悉，我不能断言这是错误的，但这是我的印象。所以在我的情况下，我只将推的分析作为参考，我不将它作为标准。我已经根据比例原则对其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雅克分析也应该应用比例测量。因此，当我偶然绘制它时，重新形成一个余弹性。当我从两侧构建圆圈时，会制成这样。下函也是一样。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每位患者的病例不同，且存在各种比例情况。接着次，我诊断是否拔除，并确定不拔除的扩展程度。我进行投影测量分析以诊断前进方向。通过收集这些数据，我们将能够提供更准确的牙科治疗。这不是关于那个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需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正极治疗最终分为拔牙型和非拔牙型，我们需要考虑哪种方法更有优势。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是否不拔牙的扩展更有效，在生物学上有利，或者如果拔除决定提供美观上的好处。在美学上，拔牙正极提供了社会益处，然而可能存在生物学和功能上的缺点。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必须权衡每一个缺点和优点。扩展上颌共鸣进行非拔牙正极治疗在生物学上是有利的，但是它在美学上和社会上可能是不利的。您必须在决定是否拔除时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您不应单方面向患者强加治疗。仔细权衡这些因素并做出判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解了咬合的相对高度和深度。咬合的相对高度和深度可以通过 Fence Theory 来解释。如果上颌弓线治疗下颌弓，围栏及更大的上颌弓更广泛地限制了下颌弓。当上颌 Fence 增加时，会形成二类咬合，颌骨被推向后方。如果上颌档半小，无法限制下颌弓，导致三类咬合。此内容引用自一篇 Fence Theory 的论文。最终，屏障指的是泛咬合和前凸，并与牙弓不一致有关。当我向我的患者解释时，我是用米碗及其盖子的比喻。米饭碗的盖子必须足够大，以覆盖碗。对于牙弓狭窄的患者，我建议扩展上颌。在像第二类的情况下，上颌骨较大，下颌骨较小。我们需要让上颌骨生长，以便下颌骨能够向前突出。颌骨较大，但牙弓较小，这先治疗下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牙弓扩张，而不是使用 RPE， 仅对牙齿进行海马扩展并经扩展牙弓，会导致下颌前移。当下颌前移时，下颌弓相对增大。在此过程中，下颌弓叶主要围绕牙齿和牙槽骨扩展，这从而调整了牙弓差异。我优先考虑基于围栏理论平衡上下弓的治疗，然后相应的排列牙齿。这是我的一位患者，在另一家诊所接受充植体手术后来到我这里。如您所见，很明显他们被防治的有些不当。由于使用落定性充植体，基态的微动导致牙周组织被破坏，他前牙有深负汗。尽管拥有一类关系，施加了横向力，导致充植体周围的组织无法承受负荷。此外，持续的验证发展和牙石积累。遗憾的是，我无法再给患者提供更多建议。患者已知情，充植体被放置在其他地方，但正极治疗是在我的诊所进行的。最近将患者抛弃的诊所数量限制增加。这样的牙科诊所缺乏责任感，患者自那之后就没有回来，因此我不确定结果如何。我相信邻近的牙齿可能也存在问题。因此，您需要理解咬合深负和前凸的概念。正如您所看到的，红色表示重新牙接触，而蓝色表示偏心接触。这些方面需要彻底研究。这位患者是一个高全牙病例，充植体治疗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前弯牙的覆盖咬合已经被消除，因此剩余的牙齿出现了咬合前凸。这颗牙齿没有深负咬合，在那里，相对较高的牙齿引导相对较低的牙齿进行侧向运动。然而，由于它们的高度相似，第一末牙实际上引导了下颌的运动。前弯牙转向侧面，第二弯牙也转向侧面。平衡侧牙齿接触
不能变位侧向接触。因为千万压已经下降，并且需要更多的下颌运动来实现侧向平衡。对侧相同，这里第一千万压有些突出，导致第二千万压梦出，类似第一这一侧的第二千万压也稍微梦出。平衡性要和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因此别无选择，只能这样调整。我们信任全磁之道，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全磁之道进行治疗，而且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当试图在边缘对边缘的咬合下降加侧引导眼，甚至千万压和磨牙时，只有平衡咬合会发生接触，因此其他牙齿保持过度萌出。对侧相同，前凸相同。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确定哪颗牙齿更高。您可以评估相对高度差异，这种相对高度差异是最重要的，其他因素并不显著重要。这位患者的上颌骨较窄，下颌咬合过深，意味着上颌无法覆盖下颌，出现牙弓不协调。上颌应该比下颌大约大 10%， 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咬合调整是无效的。这是一种齿缘对和颌齿弓不一致，最终所有的咬合接触都是中型接触以及偏心接触。在这种情况下，牙齿的横向唯一不会发生，平衡也在非常轻微的程度上存在。在进行前凸时，确保千万压略为凸起，在这里发生了早期接触，造成了牙齿间的间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解释整个咬合状况。理解这些概念意味着已经获得了知识。通过反复强化这种理解，它会跟深骶骨使您能够进行高质量的治疗。事实上，无法区分中心咬合与片心咬合。此外，这些骨位渐层单着通性和片心的牙齿接触，仅在咬合面上，冲心型和片心型牙齿接触被分开，保持牙间本身构成冲心型和片心型牙齿接触。您需要理解这个概念。如果您在期数直角高时减少它，冲心牙接触将会消失。由于这是全齿，可能更适合让冲心齿接触消失。通过研究这样的病例，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这位患者是我的朋友，下颌左侧第二磨牙有虫肢体，那个后部区域有种肢体。我建议调整它，因为要和面不平，但他拒绝了，所以没有进行。无论如何，既然冲肢体没有接触，就没有失败的风险。正如您所见，这部分是最高的，它相对较高，这个区域会被掐着。然后牙根与牙槽骨之间的区域以 V 型断裂，因为牙槽骨被保持，牙齿由于咬合力继续弯曲，牙颈部区域发生了间接骨折。应力性骨折被称为缩损，它的发生是由于片心的聒噪的牙齿接触。如您在此处所见，相对较高的区域与相对较低的区域咬合。这位患者有强大的咬合力，他聚焦得很好，重新咬合接触非常紧密。然而，在偏心下颌运动期间，他们不会接触，因此这将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重新咬合接触并不是一个重大问题，重新咬合问题不大，但偏心造角存在问题。所以，尽管讨论了各种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对较高的区域与相对较低的区域发生咬合，最终顺序知道必须调整。接下来咬合面 Curve of Spee、Wilson's Curve、Mobius Curve。如果上颌前牙呈摄向倾斜，而后牙呈夹向倾斜，千万牙的咬合面变得扭曲，咬合曲线的内表面和外表面已经被点到了，使其类似于摩比乌斯带，因此称之为摩比乌斯曲线，保持牙间沿咬合面移动。所以您需要使用半合小的概念，对其进行均匀调整，以达到良好的和谐。因此，您需要均匀调整支撑肌和咬合面的高度，这将导致各种类型的偏心引导，成比例低。因此，它可以导致全齿引导、群功能、单侧或双侧平衡咬合或全面平衡咬合。因此，同一性的概念更为重要。此外，必须考虑诸如咬合时牙弓的大小、上颌与下颌牙弓的相对大小、牙齿的形状以及它们的相对高度和水平等因素。也有翻咬合和前牙突出。此外，咬合面的曲路、位置和倾斜都共同作用，
建立了患者独特的偏心压、接触和全齿导向，而且您需要确保它尽可能均匀且按顺序接触。一旦一切就位，还有一个最后的重要点：较高的区域应减少，下部区域不应减少。您应该减少相对较高的区域。因此，进行偏心咬合调整，以创建统一的导向和一致的咬合面。由于保持建设及重新维和偏心位的牙齿接触，您在调整捍卫对重时，必须先调整保持间的高度。如果上下咬合面存在突出或高度不匹配，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偏心牙齿接触或引导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过正确的对齐中心咬合，偏心咬合将接近正确。对齐超过大约90级，并调整剩余的咬合面，以创建统一的导向。我们告知患者，即使进移出这些突出区域，他们也会感到更舒适。使用这种方法，您可以进行偏心咬和调整，而不会有重大问题。今天呢，我们讨论了齿形咬和调整这个主题。接下来是最大、最小规则，这有时也被称为最小、最大规则。今天我们了解到咬合中有许多可能的情况，我们意识到没有单一的咬合形式占着到底位。接下来比较牙齿的形态和位置，以及上下颌牙弓的相对比较。通过结合各种咬合关系，确定重心和偏心咬合。我们必须仔细评估那些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咬合调整可能涉及各种方法，例如减少或增添牙齿或修复体。因此，我们需要揭示多样化的患者们和，并且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揭示最大、最小法则的必要概念，并结束关于重置提要和调整的讲座。今天我讨论了偏心咬合调整，希望您能理解，没有任何误解。我也没有偏见。此外，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是不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可以改变，但偏见却不会。他们从不改变。如果您公正地考虑这个，我相信您会积极地接受这些信息。感谢您今天的努力。我们将再次结束关于偏心颌突咬和调整的讲座。谢谢您。